苦楚之战第二章，会中订婚宴第11集。媒人、证人当众宣布二人订婚，并在订婚证书上签名。晚饭后，徐永道和严保慧去公共租界严保慧的姐姐严宝莲家，也是徐永道的同学江成业家。江成业是严宝莲的丈夫，严宝莲一家3口和公公婆婆同住。一进严宝莲家，江成业就说：“永道，我知道你们今晚来，但是很不好意思，临时有急事，我要出去一下，你和宝慧先坐着。”成业，我送宝慧过来，今晚她住你们家，我顺便和尊夫人打个招呼，以后我得随宝慧叫你姐夫，叫尊夫人姐姐，咱们明天会中饭店见。徐永道说：“永道，你现在就该叫我太太姐姐，叫我姐夫。你今晚来只打招呼不行。宝慧在上海的长辈都过世了，哥嫂在南京，我和他姐就算家长。按理说，徐家长辈要先来求亲，不过咱们都是新派人，不拘旧风俗。但即便折中，你也得向宝慧的代理家长，我和他姐姐宝莲下聘礼求亲。聘礼带了吗？”江成业说：“成业，鉴于特殊情况，家母今晚到贵府，事有不妥。家母明日在外滩 Palace Hotel 宴会厅下聘礼。我随宝慧叫你姐夫，那自然是应该的。你看，如此安排行吗？姐夫。”徐永道说完，故意叫江成业一声姐夫。徐永道话音刚落，严宝莲从楼上下来，他还没见过徐永道，只见过他和严宝慧在杭州你我轩照的那张2寸合影。江成业见太太下楼，说：“宝莲，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咱们的准妹夫，我的老同学徐永道上尉。”说完又对太太耳语几句。严宝莲说：“让永道先回去吧，咱们都是新派人，订婚礼变通一下没问题，就按永道的安排，明天会中饭店见。”严宝慧不想请太多人参加订婚宴，说婚事与外人无干，只让双方家人来认个亲，做个证，足够矣。他与徐永道在火车上相识，没有媒人，严宝莲就请他教会的长老充作媒人角色，明天出席订婚宴，还请人制作一张订婚证，尺寸和美国大学毕业证一样，中间是徐永道和严宝慧在杭州你我轩拍的那2寸合影，合影右边是2人姓名和出生年月日、出生地点、籍贯等，合影左边是两位订婚证明人并订婚时间地点，合影下方留给媒人夫妇签名。合影上方写着订婚仪式主持人江成业，订婚证明人之一是严宝慧去美国留学前聚会的司主堂教会传道，现在的牧师徐真全。另一位订婚证明人是上海公民律师事务所杨军行律师，他是江成业父亲经营的纺织厂法律顾问。订婚证书用印花纸做，毛笔小楷书写。订婚宴在圣诞节上午10点。徐永道与严宝慧在他姐姐家告别前，约好明早提前1小时到会中饭店，先在外滩8下里铜像前见面。第2天，徐永道比约定时间早到外滩2小时。他从北向南沿着外滩走，一路观察。此时浮现心中的画面是他驾轰炸机从空中俯瞰黄浦江沿岸。他走过日本领事馆，
去外滩人口密集街道看地形。因飞机设备限制，飞行员仅能凭目测投弹。若天气不好，能见度差，投弹不准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上次他带2名学员到上海，因日本水兵意外遇刺，虹口戒严，不得不提前返回。这次来上海，他公司兼顾，侦察日军布防情况。他观察完毕，转了一圈，往巴夏里同向方向走。远远望见穿黑呢大衣的他，围白色围巾飘在发髻，面对会中饭店，背对黄浦江，徘徊在铜像前。他孤身而立，侧影单薄，他感觉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。这一幕令他顿生顾惜之情。独怜幽草间变生，从他心里冒出。她是形单影只的孤女，他托付终身的她是命悬一线的飞行员。战争期间，飞行员时时游走生死界。他想起与他初时沪杭线火车上读到《追忆似水流年》里的话。如果说在那段时间，死亡之念如人所感，使我的爱褪色变淡，那么长久以来，爱之期盼又助我战胜对死亡的惊恐。因我明白，死并不稀奇，正好相反，童年以来我已死过几次。从最近这段时期来说，我不是曾把阿尔贝蒂娜看得比自己的命更重吗？那时我能想象，失去对他的爱，我是否还可苟且偷生。他想着马上就要与他正式订婚，明年圣诞节就能与他共结连理，成为夫妻吗？明年此时自己还健在吗？还能带他来这里吗？他带的学员黄文墨飞行表演不幸失事那天，他心里闪过一念，和他订婚1年后再行婚礼，1年后他健康活着，就与他完婚。其实他已发现，他看起来弱不禁风，但骨子里颇有主见，也有勇气嫁给命悬一线的飞行员。他已做好当寡妇的心理准备。他不怕当寡妇，但是他怕他当寡妇。他怕他婚后不久就成了怀上一父子的寡妇。他很清楚，万一开战，国军飞行员战死的可能性在95%以上。他隐隐感到中日战事随时打起，他过不了自己这关。他想找机会告诉他，订婚1年后再行婚礼，但是今天显然不是说这话的时机。他正想着，他一转身看见了他，2人都向对方走去。刚才战争阴云重压他，便想以微笑掩饰愁容，但他还是看出他脸上的乌云密布，问：勇，不舒服吗？我没事，可能走累了。你来多久了？冷吗？他边说边把他的双手暖在自己手里。不冷，徐妈妈送的这件大衣，挡风又保暖。他说：来，我再给你添些温度。他说着抱住他，心里希望这一刻能到永远。他对自己说，马上订婚了，忘记战争，忘记死亡。他们2人从汇中饭店外滩一侧东门进去，大堂里充满浓浓圣诞气息，留声机里飘出 The First Noel 的英文歌。汇中饭店共6层，6层顶端临外滩一侧镶着2个英文字 Palace Hotel， 文艺复兴风格。外墙灰白砖镶红砖，门窗
圆拱形，三角窗棂，窗内、楼内有栅栏门、电梯。乘客在电梯上下的同时，可欣赏电梯外的世界。不用电梯，可走雕花木扶手弧形楼梯。上午9点50分，徐永道的母亲王香平、严保慧的姐姐严宝莲、姐夫江成业充当媒人的长老夫妇，2位订婚证明人都到齐了。徐永道和严保慧比他们早到半小时。王香平做护士多年，生活节俭，为儿子成亲攒钱。徐永道在中央航校当教官，每月给他汇的钱他也存着。他给未来儿媳预备的订婚聘礼有一条金项链，一对金手镯，一副金耳环，还有装着200块银元的红绸布包。订婚仪式主要是让媒人和证人当众宣布2人订婚，订婚证书上签名。仪式很快结束，接着是订婚宴。酒菜刚上桌，走来一个人，他一看餐桌中心靠在法国葡萄酒旁边的订婚证书，向徐永道走去说：“祝贺你。”浩恩，你来的真是时候。徐永道说，他没想到林浩恩会出现。当着未婚妻和众人的面，徐永道显出真诚接受祝福的样子，说：“浩恩，谢谢你，你特来道喜。我不知你们在此办订婚宴，不好意思，没带贺礼。我应朋友之邀到5楼参加圣诞派对，从洗手间出来，看见严小姐走在前面，就叫住她，才知你们今日正式订婚。”林浩恩说：“姐，他就是我中学同学林慕恩的哥哥林浩恩。”严保慧对严宝莲说：“原来是慕恩之兄。林先生请坐。”严宝莲说。林浩恩说：“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去办点事儿，很快回来。”说完就离开了。过一会儿，徐永道回来，过一会儿林浩恩回来，递给徐永道一个红包，说：“微薄心意，祝福你和严小姐。”徐永道不想收，又不便拒绝，只好说：“浩恩，多谢你的美意。”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收听收看。